你就有如此的成就，你真是不断的给为师带来惊喜啊！不过老夫的名声也绝不仅仅是在医术上啊。 跟我斗！墨菊人的成名绝技——魔影手。今日重现江湖。怪徒儿，安静一点。 很快就结束了。臭小子！ 你还有这一手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敢对老夫下毒，你胆子不小啊！ 藏巧于拙，你教我的。天龙。 藏巧于拙，我教你的。天奴，别挣扎了，他是老夫炼制的人魁，只听老夫的命令。
你放心吧，安利，你我终归师徒一场，不会让你受太多罪的。张铁，也是这样被你害了吗？你猜呢？他把你当再生父母，你还对他下毒手？老佛爷没得选的，谁叫他没有灵根儿？谁叫他不会长生诀啊？那他至于我就没有用处。陆巨人！别跟他废话，快动手！急什么？事到如今，只要你那什么七鬼噬魂咒有用，他就跑不掉。你在和谁说话？啊，那声音是谁啊？不要害怕，不要反抗啊！安心享受老夫经营许久的这一场盛宴。啊，重获新生的滋味真是让人期待啊！七鬼之魂。看看，这就是我原来的样子。别害怕，不会有那么痛苦的。放心，一会儿就都结束了。快给他上定身符，别让他咬了舌头。再快点儿！你所做的一切都不会白费的。你的一切都归我们所有了。
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我的，放弃这一切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都交给为师吧。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是我的，交给我，不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他为什么可以挣脱？你不说我用七鬼咒就可以夺胜吗？我给你的咒法只有炼气4层功力，而他也修到了第4层。所以你想让我们两败俱伤，然后你来渔翁得利啊？你说呢？这个奸诈的小人，我不会让给你。他是我的徒弟。不说无益，我们各凭本事吧。6层，他骗了我们，他修到了第6层。韩立呀，韩立呀！看来为师真的是小瞧你了。用晦而明，也是你教我的。你不愧是我的好徒弟啊！事到如此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不说了。什么都不说了。是在那人家于子通，你出去之后，他说什么你都别相信，速速杀了他。人参这把毒，就用之前你来对付老夫那玩意儿，就足够了。还有，他怕光。再见了，师父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柴桑城很繁华的吗？来了13天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好歹也是乾东城小霸王，可会来这倒霉地方受罪。大哥，进来喝一杯。不收你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不交就不交，脾气这么差。
给我来10斤肉。起开！别挡着我看我家小西施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酒壮怂人胆。你看再酒也只是看，要是喝了我的酒，你就敢过去了。滚！得嘞。这要是在钱东城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油铺。少年郎，怎么不来和我搭话呀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起床了，宋长风。宋长风，嘿，你个懒骨头，哪有店小二起得比掌柜的还晚的呀？你说也是奇怪啊，这柴桑城不是西南道的第1大城吗？怎么自从我来了以后，这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？而且我遇到的人吧，也都奇奇怪怪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客人了。东归，不错，东归。看你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东归这名字好啊。很配你们，进来喝一杯。小二？什么小二啊？我可是老板。老板？小老板看着年纪不大，生意倒是做得挺大呀。生意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酒好不好。小老板很是自信呢。那是自然，酒好不好骗不了人，一喝便知。不过若是你们觉得不好喝，那就回家换个舌头吧。大胆！看这天似乎又要下雨了，既然已经来到了这儿，不如进去喝一杯，歇歇脚。走。哎，我的酒可不是随便歇歇脚就能喝的酒。愿意细品。那客官便请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客人，今儿你们是第一个，请吧。不是已经有一人了吗？他可不是什么客人，他属这儿的店小二。小二。桑洛、新风、茱萸、松劳、长安、屠苏、元正、桂花、杜康、须臾、声闻、般若，一共12盏，一盏20两。你知道整个西南道最好的酒馆蓝玉轩里的月落白卖多少钱吗？一盏18两。我的酒比它好喝一点，所以我卖20两。你都要了，爽快，请吧。小老板，既然没事，一起过来喝一杯酒吧。那我便不推辞了。不知小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白，叫白东君。东君科佩生烂山，青玉过时
拂柳端。好名字。也有人这样叫过我的名字。来，喝酒。长安久未绵长，醉以雨天来饮。各位今日不饮的话，可惜了。要这话。元正澄澈甘香，最是远行归客。各位奔波而来，饮一杯正好。这也不好，那也可惜。敢问小老板能喝什么酒？那就须臾吧。须臾一念，有的时候，命运的改变，往往就在须臾之间。小老板，这杯我便先饮了。如何如何？我这酒足以名扬天下。确实是好酒，在我此生喝过的酒里，可排前5。第5？那你告诉我，第1是什么呀？天启城，碉楼小筑，秋露白。秋露白。自以为好酒只能品1味，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却能品出3味。那我若酿出一壶酒，胜过秋露白，足以名扬天下。小老板若有机会去天启，可以一试。怕是没这个机会喽。我家人是不会让我回天启的。哦，回？真是好酒啊！我可真是个酿酒的天才啊！诸位，不饮一杯吗？这元正确实清爽回甘，确实不错啊。那边那位店小二，请你喝杯酒吧。来找事的。啊，有酒就行了。是元正，好酒。不够。嘿，你个赔钱货，别打了我的酒！我的酒！果然又是来闹事的。追须强啊！你这家伙，都说了不让你打，你还打，你个赔钱货！注意客官，我家店小二就是个江湖浪人，不懂礼数，莫怪莫怪。看来这个雨一时半刻是停不了，但有些事却耽误不得。小老板，今天这酒便饮到这儿了，告辞。学正，发什么呆呢？走了。这里面啊，还有一个人，我闻出来了。闻？女人香，女人。
身体可有好受些？兄长，不碍事的。那酒肆到底什么底细啊？里面有个小老板，年纪不大，应当不会武功。他旁边的小二倒是会些功夫，但也不算太强。不过，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会派魁正和学正将他们抹除。没想到啊，掌柜的，年纪轻轻，这么好色。我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别乱说，坏我名声。不过是那熏香，我娘亲也用过。我早在1个月前就已派人控制了整个龙首界，唯有这间屋子，我摸不着底细。原以为只是一间实实在在的无主之宅，没想到临到关头，人出现了，还开了一间酒肆。尝尝，是好酒。人嘛，也算挺有意思的。还问我这酒能不能名扬天下？桑露，柴桑远路，好名字。也确实是好酒。只可惜，这名扬天下，他怕是等不到。西南道近日有一件大事，而且是个大喜事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以我这一手酿酒术，可以先成为柴桑城的第1酿酒师，顺理成章的受邀为西南道第1大喜事备酒。到时候前来观礼的各路英豪都可以喝到我酿的酒。如此一来，等等，什么大喜事啊？你不知道？当然是西南道准女儿的顾家和老儿燕家联姻的大喜事啊！白同学，别为难为小的，叫掌柜的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觉得这条街道有些古怪。我只不过是贪图你的美酒，便留了下来。可现在有些后悔了，我应该早早就走才是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意外卷入了顾燕两家的斗争之中。不止他们，还有刚才那一队人也是。还敢回来？有何不敢？对不住了，这条街我们包了。北篱笆公子也来了呀，越来越热闹喽。那2个少年，怎么了？你认识那2个傻小子？说不上认识。我上次去找顾剑门的时候，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。其中一人使枪，枪法普通，但很有天赋，应该是块未拙之玉。至于另一人，另一个怎么了？另一个看起来不大会武功，但我说不好。还有你苏沐雨说不好的事情。燕家这是打算办完婚礼就要接替顾家呀？
诸位贵宾远道而来参加我侄儿的婚礼，顾某万分感谢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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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吉时已到，奏乐，迎新人。一拜天地。一拜天地。一拜。等一下。怎么客人还没到齐，戏言就开始了？难道这就是西南道龙头老大的待客之道？你是谁？客人。好像见过的，大人都是的，是什么了不起的任务吗？但是这不可能啊！小兄弟，我们顾家未曾邀请过你吧？敢问客为何来啊？抢亲。抢亲？抢亲？不错，抢亲。小老板，念在你我有一面之缘，我奉劝你，莫要胡言乱语。你哪这儿都听到我在胡言了？你们不请我，是因为请不起我。但若是我来了，你们也只能以上宾待我。是吗，小老板？我给过你们一次机会了，但是你们好像不是很懂得珍惜呀。他动杀心了。杀了。还想跑？
真当我燕家是好欺负的？这两个家伙怎么还没到？这群家伙也比我想象中的难缠得多啊！白东军那边应该也撑不了太久，别到时候真的让他们把命都给送了。掌柜的，我白喝了你那么多日酒，今日我就还你这份恩情。只要我一出枪，你就头也不回的跑！快跑啊！不跑，琉璃。行货们，看错了。小白，回来吧！藏了这么多时日，也该轮到你好好表现一番了。果然是他。头有犄角，通体银白，身长10丈。这条蛇是温家家主温林豢养的白琉璃。你不姓白，你是温家的人；你姓温，你叫温东君。好难听的名字呀！琉璃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外公在我出生之时便将她赠予了我。还有，我不姓温，姓百里，我叫百里东君。这般丝毫不惧的，还能有哪个百里？当然是镇西侯百里洛尘的那个百里。爷爷是曾与陛下出生入死，杀敌10万的镇西侯百里洛尘。父亲乃一箭瞬杀千里无形的百里成风。母亲乃是独一温氏家主温林最疼爱的小女儿温洛玉。舅舅是独步天下温壶酒，这个百里呀，可当真是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啊！我有没有资格做你们的客人？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这里果然发生了一件比有趣还更有趣的事情。或许暗河就此与此事失了交集，倒也是好事。哼，那不是温家那条白琉璃吗？白东君怎么在上边？白琉璃不是已经被温毒仙送给他最疼爱的外孙了吗？这么说的话，白东君并不是白东君，而是镇西侯府的小公子百里东君。温同学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事要是让镇西侯知道了，他不会直接派军队把我们雷家堡给踏平了吧？我完蛋了！他们来了。谁啊？
罗轩，一会儿你带着柳月把这里处理一下，我和小黑负责把棺材运进去。为何如此安排啊？因为你俩都长得太好看了，要是你们进去，只会抢了本公子的风采。小姐，这小子怎么会跑来柴桑？头儿，这样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，什么？走，好，走。哎呀，原来是侯府小公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我是来抢亲的，你要是远迎了我，这亲我还怎么抢啊？所以，你们还敢杀我吗？今天是舍妹的婚宴，我有几句话想问百里小公子，不知可否？你问。刚才小公子说要抢亲，敢问小公子和佳妹可曾相识？算不得相识，那是暗中倾慕佳妹。我另有所爱，远非你妹妹能比。话说过，大哥，这是你炫耀你梦中情人的时候吗？说的也是。小公子出身名门，镇西侯为我北离开疆拓土，战功赫赫。侯府之人，我们自然恭敬有加。若小公子只是来喝碗喜酒，我燕别天定然奉为上宾。可小公子一来不认识佳妹，二来不喜欢佳妹，却口口声声说要抢亲，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？看来百里小公子不占理呀。我说我来抢亲，可没说是为我自己抢啊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真正抢亲的人来了。这是棺材啊！棺材啊！抢亲也不能这么做呀！顾若离，不错，真正抢亲的人就是他。顾家当家顾若离与你们家燕小姐青梅竹马，一向对其爱护有加。燕小姐对他也是倾心良久。他来抢亲，可还合乎你们所谓的道理？放肆！他是个死人。可若不是你们害他，他又为何会变成一个死人？这是为何呀？兄长不如问问我的意见。我是清歌公子洛轩。清歌公子洛轩，你这家伙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只许你能来，我来不得。清歌公子，八公子中的雅公子，据说每次出现在人前，不是有雅乐相伴，就是有花瓣落雨。我一直认为那是夸张的说辞，没想到今日一看，这世上还竟然真的有这么做作的人啊！哼！愣着干嘛？走！想追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西若寺，就在前边。叫什么？白东君。司空长风。怎么，现在探子取名字都这般讲究了吗？说吧，有什么消息没有？什么消息啊？
你们不是老七派来柴桑城里的探子吗？当然是你们这段期间得到的消息啊。柳月和小黑另有任务，你先潜入柴桑城，等到了那里，自有我安排之人与你相见。那个雷大哥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所以说，你还真就是脑子犯浑，想要闯出点名堂来。于是你从家里偷了一张地契，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来开酒肆卖酒的。哎，准确的说，我是酿酒师。而你，该不会就刚好真是无父无母，江湖浪人一个，恰好来到了柴桑城，而他能给你免费的酒喝，你就打打杂、吹吹水，白吃白喝的住下来了。你这样说，倒也没错，不过措辞能不能稍微委婉一点啊？苍天呐，我是不是脑子抽了？我还以为你们二位是老七派过来的知音，结果你们不过是个过路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好不容易伪装来的身份跑去救你们？我要疯！那个雷大哥，先别疯，也别难过。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我们二位可以帮。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你怎么帮？有人，怎么这么慢啊？是不是太久没打架，骨头都生锈了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怎么跟师兄说话的，老六？那你说说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光是我来了。昌河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了，所以来看。昌河。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意思。我见你干嘛呀？我过来看戏的。看戏？没错。我有预感，这次这柴桑城里一定会有场好戏发生，说不定我还有机会见识到那群传说中的天之骄子们。谢强，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剑门怎么了？他不是马上就要升新郎官了吗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死去活来的？整个西南道一共有2大世家：柴桑城金钱坊的顾家和开阳城沐浴行的燕家。半个月前，顾大公子顾洛离于柴桑城300里开外的巴别城暴毙而亡。自此，整个顾家能够当家做主的只有2个人：顾洛离的最小的叔父顾五爷，另一个则是顾洛离的亲弟弟，也就是我们的老三顾剑门。但司空长风都跟我说过了。他皇舅爷在哪里变出的这些东西？别问，问了就是做作。顾洛离生死不到3日，
顾五爷便仗着他叔父的身份，给他定了一门亲事。而这个亲家就是燕家千金燕琉璃，就是今日在马车里的那位。他的兄长便是燕家的当家人，也就是与你在酒馆里喝酒的那位燕别天。原来这门亲事是这么来的，也就是说，顾家大公子不是突然暴毙，而是燕家和顾五爷联手策划害死了他，然后想通过这门亲事彻底的控制失去当家人的顾家。可是这样一来，顾家不就成了燕家的囊中之物？这样做对顾五爷有什么好处啊？没想到啊！你这么个少年郎，竟然对这世间污秽的人心了解的挺深呐。对，顾五爷虽然在顾家空有个叔父的名头，但他没有权，所以他心里早就不甘了。此事一成，若他成为家主，失去一个西南道第一的位置，又何妨呢？难怪这座城这么奇怪，也就是说，顾府附近，不，整个顾府都已经被燕家控制了。是几乎都被燕家给控制了，直到这位小白兄弟出现在了龙首街。所以啊，对燕家而言，你很蹊跷。不蹊跷，一时兴起，一时兴起。我还有个事儿。你说。那边有个女鬼。人被救走了。是，属下无能。不怪你无能，北里八公子一次来了2，你们自然不是对手。你是从我这儿学了什么多嘴的臭毛病？明知道他是谁，你还调侃他啊？谁啊？燕小姐，金戈公子、卓墨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幸会。啊，也不算是初次，护送你一路上，咱们见过很多次。你就是白日里在马车里的那个姑娘？你就是94的小老板。还没死呢。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啊。老七与我说，他要邀请一位关键人物，我也是没想到。请坐。不知燕姑娘是何意啊？为何白天还放任手下大杀一场，晚上却亲自跑过来和我们密会？好问题。因为我爱他。你爱谁？我的天哪，多新鲜呐！你竟然真的爱顾剑门，所以你们燕家把顾洛离给杀了，就是为了让你顺理成章的嫁给顾剑门。是你疯了，还是整个燕家都疯了？我看是你疯了。你能不能闭嘴？你爱的，应该是前几日暴毙的顾家大公子顾洛离吧？看来是我猜对了。是的，我爱的是顾洛离，但没人知道，我兄长要借我的婚姻，从而控制整个顾家。他杀了我爱的人，还想拿我当棋子来设局。所以，你是故意入的局，为的是破局。是的。婚礼那日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顾剑门的。我要嫁的，只会是顾洛离。恕我直言啊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又如何呢？我还是爱他呀。燕小姐，你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呢？抢亲。抢亲？
不久之后，你们的兄弟会去劫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你们就带着那个东西来抢亲，然后做好杀人的准备。对了，你们要记住，下棋的从来就不是我的兄长，而是我。恕我直言，有点变态。一个心里全是怨恨的女人，能有多正常？对了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兄长身后还有其他势力，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什么？你要去抢亲？嗯。李大哥昨日不是去寻找合适的人选了吗？世间人人都识得北篱八公子，你们不宜亲自出面。至于其他的人选，能帮忙且愿意帮忙的人又屈指可数。更何况，也不好让无辜之人平白的卷入这场纷争。既如此，那不如让我试试。掌柜的，为什么？我确实之前是想过找你们帮忙的，我甚至连说服你们的理由我都已经想好了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我确实还没有下定决心，把一些无辜之人卷入其中。可无论我想与不想，我都已经卷入了呀。我想听的是你真正的想法。名扬天下。什么？我想名扬天下。古先生，有客至，可愿相迎？迎。叶兄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夜风习习，明月皎皎，一个人喝酒，或许更美。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。现在多了我一个。叶兄弟认识那小公子？我注意到，你听到那小公子名字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瞬惊色。那种惊，不似久闻大名的惊叹，也不像初见英才的惊艳，倒像是久别之后意外重逢的惊愕。王兄不仅剑术高深，观察人也很有一套。只是我也听说，望城山有位不世出的天才，年仅10岁便展露出惊世的才华，
想必王兄这次来取剑，便是为了这位小师弟吧？只是小师弟怎么不一起来呢？啊，今日有幸，有此好酒，有此明月，快哉，快哉！叶兄弟，我们还是聊聊别的吧。不聊了，走了。这就走了。有要事，怕晚了就赶不及了。小白梨，醒醒！喂，醒醒！舅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千东城地界啊。喏，接你的人都来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。西楚剑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温先生，哎呀，嗨！陈副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爷爷让你来接我的吗？把百里东军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好你个陈生，几个月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！看我如何禀告我爷爷，你这么对我！押回侯府。是。放开我！走。温先生。哎。多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不知温先生接下来是入城休息几日，还是直接回温家了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去看看我那个妹妹吧，顺便看看小百里下场如何。爷爷呀，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。爷爷呀，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你的好孙子被人欺负了呀！上天一世勇猛，老来孙子却遭人这般作践啊！哎，你知道我爷爷去哪儿了吗？怎么装哑巴呀？哎，我问问你们，是不是我爹让你们干的？说话呀！哎，说。爷爷，爷爷呀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，可别，担不起。是爹。怎么是你呀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爹，你说怎么是我？臭小子，还躲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敢嘴硬？再嘴硬！你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？那你这么做，你爹知道吗？别拿我爹压我！那你别拿我爹压我！反了你呀！我跟你，我告诉你，你爷爷月前去天启参加大朝会了，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。这镇西侯府我当家。我爷爷不在镇西侯府，是我当家，轮得到你？脑子坏了？你脑子坏了，你个臭小子！你给我站住！还跑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你给我站住！有了小公子在，这侯府才算是有了生气呀。
都是你们这群心大的给惯的。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越发像个富贵人家的太太，哪有一点以前的江湖做派？那兄长这话说的，我如今不就是富贵人家的太太吗？你不是因为看不惯我这贵太太的架势，连在府中小住都懒得，怎么今天转了性子，愿意来看看了？都下去吧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剑，真是一柄好剑。我从小到大看过的名剑不少，却没有一柄能够比得上它。哥哥，这是10大名剑中的哪一柄？都不是。这是名剑山庄的少主魏长风新铸造出来的仙宫品剑，不染尘。这是名剑山庄的仙宫品，多少年没见过这等品阶的剑了。所以，今年剑灵开启，你去夺剑了？你要是靠毒夺了这把剑，怕不是要成为天下剑客的仇人啊！恐怕这天下剑客的仇人要另有他人喽。我是去了剑灵，但是剑不是我夺的，是你儿子亲手夺的。哥哥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儿子才会几招剑法呀，就能去剑林夺剑。我就说你们别总惯着他，这就是你给他抢的吧？怕老爷子不让，推说是他夺的。是真的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儿子用的是什么剑法呀？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你再说一遍。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这更像吹的了。名剑山庄，无双城，天下的剑客都看到了，或许还不只是天下的剑客。陛下。哦，竹青啊。陛下，何事？这是影宗今日递上来的消息。当年百里洛尘奉旨出征，破了西楚最后一座城池，西楚剑如双仙战死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西楚剑客再次问世，难道说剑如双仙，他们没死？百里洛尘呢？大朝会结束之后，已离开天启，回黔东城去了。
用剑的是谁？百里东君。百里洛尘他的独孙。正是。当年，镇西侯奉旨率军讨伐西楚，乃是先帝刻意安排。镇西侯和西楚剑如双仙曾是知交好友，先帝想以此来试探他的忠心。随军的副将是先帝的亲信，身怀密旨。当时，若镇西侯有半点犹豫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。然而，那场战役的最后结果，世人皆知：西楚国破，双仙阵亡。当年孤亲眼见过剑仙的尸首。奴才斗胆。如果那场战役活着的是那如仙，便是当年百里洛尘辜负圣恩。西楚剑仙虽然剑法绝世，但不过一介武夫，可那如仙身具耀人之术，能让寻常兵士以一敌百。甚至能让濒死之人重新起来作战。正是这等鬼术，才使西楚这样一个边陲小国与我背离相抗。如果如仙还活着，可是比那剑仙更可怕的存在。当年一战，西楚如仙即便没死，也定然身受重伤，不然不会藏身黔东城多年不出。奴才这就派人去黔东城，把那西楚余孽带回来。选若风进谏，这件事就让若风去办吧。是，陛下。我当时一到柴桑城，我闻到浓重的血腥味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顾老三落难，我姓雷，我是雷家堡的子孙，我得救他吧。我当时就近身，我再给他一拳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呢，像我这么英俊潇洒的人看不得弱者，所以顺手把他们给救了。所以，你们此次能够解柴桑危局，靠的全是百里小公子仗义相助。若不是因为我不惜身份的暴露前去保护他，那小子早被燕别天给杀了。不过说到底吧，他的性子特别符合我的胃口，所以在我心里，我已经收他做我的小弟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，不要命了你们！哎，宝贝，来，这里，哇！乖，乖，这可有点恶心了。就是这些恶心的东西救了他的命。这，多谢前辈。我现在是好了？不，你中了我的毒。什么？哎呦，我呢，之所以不轻易救人，就是因为我惯用以毒攻毒之法。为了压制你身上的旧伤，我给你下了五毒断肠，而这个毒，我解不了。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不能让他等死吧？哎，那，去地图上这个地方，找那个叫辛百草的家伙。我自认为是天下没有我毒不死的人，而这个家伙自称是天下没有他解不了的毒。你就带着你这一身毒去找他，他自然知道是我让你去的，他就会竭尽全力的救你，来证明自己比我强。等你的毒一解，你的旧伤就复发了，
他一定以为这是我留的后手，也会竭尽全力的救你的。这天下真的有药王辛百草这号人物啊？他真的能救好吗？嗯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是下都的人，我又不是大夫。快走吧，你还有10日的时间。10日？嗯，10日之后5都断肠就发作了，不到2个时辰就死透了，先从肠子开始烂起，很刺激的。多谢前辈。谢我干什么？生死还未卜呢。已经很好了。本来以为我会死在一条野路上，无人问津，没想到这老天啊，还算眷顾我，让我在临死前见到了那么多英雄人物。即便是现在死了，又如何？哎，孙顾长风，我舅舅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把你从鬼门关里拉出来的，别整天死不死的，你给我好好活着，到时候我们在江湖里再次相遇。你说的对，我要好好活着，一匹马，一杆枪，一壶酒，做个逍逍遥遥的江湖浪客。你也是，你要去更远的地方，看更多的江湖，完成你和你那喜欢的姑娘的约定。必然。接着。再会。再会。千万别死了，四顾长风！是那种应该死在江湖上的人呢。舅舅，你说我是不是也是那种能死在江湖上的人？嗯。呸呸呸！不是。啊！快呸呸呸！呸呸。那我是什么人啊？那种被爹妈乱棍打死的人。舅舅，我们打个商量吧。哎，不打。哎，我还没说呢。走。哎。叶凡，出饭了。吵死了！今天吃什么？别乱摸人脑袋，姐姐说了，摸多了会长不高的。你姐姐骗你呢，我会摸骨，我一摸便知道你本来就长不高，跟我摸不摸你没有关系的。呸呸呸！再这么说，你今天的大白馒头可归我了。你天天这样睡，也不知道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，你这样以后会娶不到媳妇儿的。你小小年纪怎么说起话来像母亲一样？一份正经行当就这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看来我的确得去找份正经行当了。只是这份行当，怕是在村中做不了，也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你必须给我回乾东城，不然你娘会给我下毒。我娘的毒还能毒得过你？我才不信呢！耐不住她会撒娇。我又不是不回去，我这不是想让你沿着路带我逛逛这江湖吗？不逛，
没空。你那么闲，怎么可能没空？我哪里闲了？我可是毒菩萨，我忙得很。哎，再说了，4年一度的剑林就要开了，我可不想错过。剑林？什么是剑林啊？看你这么着急，可是个盛会？整个江湖的剑客，磨剑4年，就在等待剑林开启。你说是不是个盛会？哈哈。舅舅，你最疼我了，对我最好了，我给你酿酒喝。嗯，去，少来这套。我问你啊，你娘有没有教你什么武功？没有，但我娘找了个师傅，教我习拳。哎呀！哎，好了，回来。什么师傅啊？叫什么王八？对，这本挺有趣的。哦，一拳定山王霸天啊！对，就是他。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是啊，我娘也觉得他定能把我教出来。我觉得他老人家辛苦呀，于是呢，我就请他喝了顿酒。他说他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。那我就说，只要不习拳，天天都有这样的酒喝。所以啊，才3日，我娘就把他赶走了。哎呦喂，那还有没有别的？后面我娘就觉得找男的教我不靠谱，换了个女师傅。啊，这女师傅那叫一个美呀，名字我还记得呢，苏木青。苏姑娘，是很漂亮的。人不仅漂亮，教我也是认真的很，足教了我3日。不过也好，就教了3日。为何？因为我爹自从苏姑娘来了以后，每天都往我的后院里跑，也足跑了3日。哎呦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会的都是些半吊子的功夫。所以你到底最拿手的是什么功夫嘛？你看。怎么样？哼，连你都嫌弃吧？走。哎，舅舅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乾东城啊，那条路近。你别闹了。我那招不厉害吗？这不就是你父亲的轻功3飞猫吗？什么叫3飞猫啊？我这叫3飞燕。你可别小看我这招啊，逃跑最厉害了。哼，哎呀，别啊，舅舅。之前是我年少不更事，但现在我洗心革面了。我发誓，这次是真的。我承认，之前我的确不喜欢习武。一来呢，是觉得打打杀杀没意思；二来你也知道，叶将军和云哥死了，爷爷不希望我走上叶家的老路。但是我这2天看到了北离8公子，看到了那血淋淋的刀光剑影，我就不禁问自己：如果我的兄弟遇到了那样的事儿，我能守护他吗？我能像北离8公子一样，拔出武器，与他并肩作战吗？舅舅，江湖上，你最钦佩的人是谁？那自然是李先生。哪个李先生？这江湖提起李先生，说的就是那一个人，一剑飞仙李先生。那一年我19岁，有幸在天启城亲眼目睹了那来自天外飞来的一剑。从南绝来的5名绝顶剑客下战书挑战李先生，他们想用车轮战，而李先生却只用了1剑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南绝人再也不敢在北离面前言剑。那一年的5榜首甲自然也是李先生，但是李先生把5榜给撕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世俗5榜也配评价折世仙人。这么潇洒呀，难怪说北离习剑，南绝练刀，原来是不肯练剑了。身为北离人，哪有不练剑的呀？我年轻的时候也练过剑。你还练剑？
你不是练毒吗？我在剑上抹毒。干嘛？有意见？没有。唉，好，那我决定了，我要练剑。你练剑？你有剑吗？你就练剑？剑林剑林，能没剑吗？哦，好啊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唉，小百里啊，行，是时候给你弄一把好剑了。真的，舅舅？我宣布，舅舅，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越我爹了。哦，你爹本来就没什么地位，倒也不至于。上马，赶路，进，下，小百里跟上，来了。怎么，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？现在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反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？哼，我才没有不开心呢，是你看错了。也是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可以去城里谋个武官做，就能顿顿吃白面。到时候，村子里的老人们都中意你，带着自家姑娘来与你结亲，你就能选一个最漂亮的娶回家了。对了，叶小凡，你觉得村子里哪个姑娘最漂亮？陈姨吧，婀娜多姿，丰腴的很。我说的是姑娘，陈姨她都不是姑娘了，她都有男人了。那你替我选一个。你看我姐怎么样？村子里的先生们都说我姐姐是美人胚子呢。你知道美人胚子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所谓的美人胚子，是指现在还不是美人。啊？更何况，我已经有婚约了。哦，什么？你已经有婚约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定了亲事。只是如今，已到了成婚的岁数，我还游荡在外，也不知他是否心有所属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他？会找的，在我做到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后。很快了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叶小凡，虽然你是去附近的大城，可是你毕竟不住在这儿了，还是应该和大家吃个饭，告个别吧。我不去附近的大城啊。不去附近的大城，那你去哪儿？我要先去一个我向往已久地方取一个东西，之后我再去一个我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一定要去的地方，那是哪里啊？千里之外，名叫天启。天启，那不是我们北离的大都城吗？很远很远的，我才只在书上看见过。叶小凡，你去那里干嘛呀？去天启，自然是要做大事喽。或许还能见到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，和他。叶小凡，你发什么呆啊？可别走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顾府吗？怎么像是去做贼？你信不信光明正大的走，连这条龙首街都出不去？哎，没想到你这个赔钱货懂得还挺多嘛。那是自然，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要是这点心思都没有，早就埋在下面了。走吧。呀！怎么了？有人。司空长风，快看，这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嘘。公子，
这天色……站住！是来自暗河的贵客吧？苏黎，不可造次。贵客临门，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多谢公子，但还是不必了。贵客是信不过我顾剑门吗？如果北离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暗河相信的人的话，那便一定是公子了。谁人不知，这暗河是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只要有暗河出现的地方，必定会充满杀戮与死亡。像你们这样的刺客恶鬼，也需要朋友吗？公子言重了，就算是刺客，也需要朋友啊。就像我们暗河选中了公子，是认为公子有些事儿可以帮到我们，而我们也可以帮公子做一些事情，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暗河口中的朋友，就是这般利益关系。这样不是更可靠吗？公子本应有许多朋友，可现在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他们在哪里不重要。公子的兄长，他本无真凶之心，却依然死在了巴别城，死在了离故乡300里之外。公子，你的敌人容不下你，更容不下你的兄长。敌人的刀已经拿起来了，而我们暗河会派最精锐的杀手来此，帮助凌云公子你，让他们燕家有来无回。兄长如我父，此仇我誓死必报，但不需要靠暗河来报。明剑月雪，据说这把剑奇刃之锋，可斩断空中雪线。公子是要杀了我呀？暗河想在西南道立足，就不打算拿出点诚意来吗？来，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来。好。好。
继任纷纷，必杀之时倾泻而下，宛如沐雨。你分明是暗河中凶厉的刺客，可你的剑里却有着剑客才有的剑意。公子从一开始便没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为什么又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？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兄长死了，可我却还被困在此处无法离开，所以很想找人结结实实的打一架，那你的剑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？公子若考虑清楚，可去青松客栈询问，我会在那里等公子7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不应该有名字，但我愿告诉公子我的名字。我叫苏沐雨。公子再见。公子，他暗河3家中，穆家极擅长此等诡道秘术。苏沐雨来到这柴桑城，必然不会是一个人。这墙外，必定还会有穆家的人为他护阵。就连这突如其来的黑天，亦是他们的手笔。至于这些秘术，你想不通的，便不用去想了。那他刚才说的是？暗河不请自来，背后图谋令人胆寒。我们的敌人，只是人世中的凶徒。可来做交易的，却是地狱里的恶鬼啊！那鬼应该走远了吧？就是这酒差点意思呀！你应该提前找我预定的，我还能给你个友情价。杀了他！我是想要杀了百里小公子，然后嫁祸于顾家呀！燕当家，你根本不了解镇西侯府的形势。你更不了解我燕别天的形势。反了你了！按照我朝律法，你这样是要被砍的。小白，沐浴行燕家，今前方顾家，可是要杀我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尔等西南道众人可是同伙。没有众人啊，只有几个，他们都跑了。闭嘴！龙首街之争，我早已注意。呵呵，这小子是个天生武脉。小姐早就知道此事？不错，我曾与他见过一面。
天生五脉，那为何？自然是有我的考虑。陈长老，你是在质疑我吗？不敢。可是小姐，如今这个好机会，还是不要错过为好。燕家和顾家相争，结局必定是两败俱伤。就算有北离八公子，此一战后，他们这些人还能有几分余力？不如我们趁这场争端的最后再入场，那个天生五脉给他带走。那我们与燕家的盟约？强者才有制定规则的资格，而弱者就该有被放弃的觉悟。更何况，如今棺材已经丢了，我们失去了拿捏燕家的筹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不出来，一个燕家还能比天生五脉更重要。陈长老说的不错，那便如此行事吧。是。这件事怎么好像突然和我们没关系了？本来不就和我们没关系吗？吴叔，今天之前，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，你是我爹的亲弟弟，是我和我兄长的亲叔叔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就是因为是你的亲叔叔，我才会怕你哥死后咱们顾家独木难支，千挑万选给你定的这门亲事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不是说我哥哥是病死的吗？身染恶疾，暴死他乡，害怕疾疫传播，尸体就地掩埋。那这棺材里兄长的尸体是怎么回事？这尸体上的剑痕又是怎么回事？你管这个叫病死？这死的又蹊跷。就是李苏林。顾剑门，不得放肆！这是我顾家的门庭，而我叫顾剑门，我为何不能放肆？我顾家生于危难后连胜3代，在西南道从来只做第一，不做第二。我兄长为何年仅16便独掌大局，历尽艰辛，呕心沥血，而我又为何仍在年少去天启城学艺？我们顾家为何以商成名，却又以武呼名？为的就是不妥协，不对任何人妥协，不对任何事妥协。胡叔，你不配做我们顾家的人。你大胆！你以为你还是那个有哥哥庇护的二公子吗？你错了，我早就不需要哥哥的庇护了。哼！来人，拿下他！愣着干什么？拿下他！你以为顾家真的听命于你吗？有些人生来就是要做家主的，因为他们身上有让人誓死追随的魄力。我哥就是这样的人，而我现在便要传承我兄长的意志。顾家二郎听着，现家主顾洛离死于非命，我顾府誓报此仇，不死不休。誓报此仇，不死不休。
反了，反了！内奸已除，该轮到外敌了。凭你们几个人，也想杀了我？哎，好像刚才我才是绝对的主角啊！怎么现在所有目光都到他身上了？你啊，靠的是自己祖辈上的名声，而他，你看，靠的是自己的剑。都快败了，还不出来吗？便不死不休！公子点灯为人陪，杀人放火系腰带。你是8大公子中的柳月，传说你容貌绝代，亦因此特别讨厌别人看你的脸，故而出行必在轿中，能不露面就不露面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公子，怎么办？被人看出来？早说了，做人不要这么讲究，这件事也太明显了。我也不想让别人认出我的身份，但别人一下就知道了。看来我是真的很有名。也是，没错，我们就是被公子保评为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。是我，不是我们。那老子就来会会你8大公子。不堪一击，不堪一击呀！还不出来帮忙吗？很美的一把剑，是吗？那可配得上绝代的柳月公子。人非剑气，如何混为一谈？敢问剑主何名？白发仙。有趣的名字。我这把剑以美扬名，若是这把美剑可以杀死大名鼎鼎的柳月公子，是不是也很有趣啊？
你有信心杀我？有些难度，不过我想试一试。很多人都想试一试，但我依然坐在这里。是吗？公子，又来了许多人。感觉到了，轻敌了。在杀你之前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。我想看看你的脸。世人以白为美，唯他通体着黑；世人尚美宠美，唯他爱丑怨丑。你是莫尘公子，莫小黑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说这次抢亲危险不危险？当然危险。要我说，你就不该去抢这个亲。那咱就是了，总要有一些准备，给自己留个后手。哎，我看燕姑娘也有几分姿色，真没法和你那仙子姐姐相比。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，知道什么是一往情深吗？哎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，哼，我可不喜欢情情爱爱。啊？啊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跑什么呀？你不正常。我只是说我不喜欢那些矫情的爱来爱去，就像我师傅一样，一点也不自在。你师傅？对啊，我师傅，就是将这杆银月枪传给我的人。好吧，其实他也不算是我师傅。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浑身长满烂疮，躺在一个废弃的道观口等死。那可是追须枪林9，却落到这般境地。后来我救了他，他教了我5日枪法。然后呢？然后5天之后他就死了。临死前，他让我把他的骨灰带回他的家乡。他跟我说，他曾经在那儿有一个很深爱的女人。那个女子呢，每日清晨都会在湖边梳头。他当时只是个穷小子，而那个女子却是镇上最美丽的女子。于是，他下了狠心，拿起枪便去闯荡江湖。只是这一入江湖，便是整整的30年。30年？那女子早该嫁人了吧？在他离开后的第3年，那女子便嫁人了。他甚至都不会记得，曾经有那样一位少年，每日早早起来练枪，只为了看他夜梳头的样子。你师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呢。了不起吗？或许吧。你看啊，这就是江湖。所谓的情啊爱啊，根本就没有。人生苦短，何必给自己找累受呢？司空上峰啊，你说你是个江湖浪客，一杆长枪，一壶烈酒，浪迹江湖。请问你浪迹的是哪个江湖啊？江河湖海的那个江湖？那只能叫浮水，怎么算得上是浪迹江湖呢？哦，原来是有人的那个江湖啊。对啊，既然有人，那便会有7情6欲，那情和爱便会是理所当然。也正因为有情、有义、有英雄、有美人，江湖才会如此动人。就当我说不过你。之前你说你快要死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有15岁之后的记忆了，在之前的事情我就记不清了。但练了枪之后，有了武术功底，发现自己的心脉早已严重受损，没有几日好活了。白同学，
要不我替你去抢亲吧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不，我要自己去。名扬天下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为什么他一定要让你名扬天下呢？这个嘛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长了一张看上去就能名扬天下的脸，或者说是我天生骨骼清奇，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绝世英才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？四顾朝风。干嘛？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死的，你也不会死的。我知道一个人医术很高明，等我们抢完亲，我带你去看病。谁要担心你啊？还有，以后少说大话。走了走了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不过你今天跟我讲的故事，倒是给了我很多启发呀，让我更加坚信了我做的没错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得抓紧时间了呀，不然我心爱的姑娘或许以后嫁人了。